住在散达干的人都知道，我们打卡的地点或出名的地方，不是西比路就是普吉市或是 English Tea House。对于陌生自己的人是充满好奇和兴奋的，但对于我土生土长在这里23年的我，可以100%的告诉你，这里真的闷。但是真的吗？当我打开整个散达干地图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中心，这里是我每次去巴萨的地方 ，IGM 最繁忙的地区。然后呢，我问我自己，我真的走遍了整个散达干了吗？你有真正的了解散达干吗？这里你去过吗？这里去过吗？这里长什么样子的？说实话，我不知道。所以这集我要去完整个散达干的角落。由于这次去的地方比较偏僻，所以我托了我一个朋友下手。阿伟在，不错不错。Yes， 为什么我会带他呢？不用说，看他的脸就知道他是买保险的。这种人最不怕死了。在那之前，早餐时间。这间餐厅是我朋友介绍的，听老板娘讲，她儿子在新加坡学了10几年的厨艺，回来自己开餐厅。结果他看到我一直拍来拍去，开始过来跟我们聊天了。现在我们还有那个啦，还有什么？青色、红色，青色、红色，人家点送去的。现在多一个黄色，我们有做。给你们猜一下，老板娘讲的青色、红色、黄色是什么？如果猜对的人，我给他100。聊天的过程中，这个安迪简称自己是跑过江湖的。他说他的名字跟观音娘娘同姓。你看他脖子上的项链。他说他家里有个庙，他是第5代的人，而且那个庙有100年的历史。你要知道，马来西亚才独立了65年，我们的阿公刚举手，他的庙都已经50多年了。结果他一眼就看到我的耳朵很小个，就劝我做多点善事。不够公的，因为我知道我耳朵天生小了，可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都可以给人家讲到我没有做善事，完蛋了。如果你们有兴趣想看这个安迪的江湖故事的话，留言让我知道，我会拍一期去参观他的庙。现在我身后这里是巴杜布地，所以我是想找到这里的嘞，这就是我们散达干这里最角落的地方。经过我们在 Google 寻找了，它竟然是有自己的 Facebook page 的这里，它就叫做甘崩巴杜布地，里面有政治，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所以我们就进去看看到底里面会有什么东西。OK，let's go。Let's go。逛了一圈后，这个地方让我最直观的感受是 relax。Yes， 我感觉他们出生就开始退休了，没有人流的声音，没有汽车的声音，就有鸟叫和海的声音。他们的饮料都准备好给你了。人家讲我变态。你看这个小孩子多 chill 啊！我已经看到将来谁代表马来西亚了。但这里真的很小，我大概用5分钟就走完整个新村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我必须要带一点纪念品回去，所以我们现在找一下看有什么纪念品在这里。所以第一个地方就这样解锁了，那现在我们就前往下一个地方。Yes， 现在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地点，我们现在在一个罗里隔壁，因为这里真的是很热。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点叫做Jetty Batu Tujuh Sungai Baru。刚进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根本不懂那个地点啊，完全是一个沙。很多沙头的地方，我还以为是做工，所以它的照片真的是有点吓到我，就是它有一个桥，然后有个屋子的。等下希望进去的时候真的是有那种东西咯。我们猜是应该是这条路啦，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想要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江北的地方。Let's go。这个地方真的让人感觉很诡异，外面很多泥沙，然后又很多车在外面 parking， 可是一个人都没有，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没有人。虽然有车啦，所以我猜里面应该是也是有干崩。应该
是港风。是因为有车嘛。但是不得不否认，这条路都让我感觉很美了，像一条很神秘的路，外面有很多那种树丛包围着，让人感觉好奇又害怕。那个阿勒弟弟那个，是我自己很美耶。哇，这头哇，没有，有啊，有哇，真的有哎，找到了，也很美耶。找到金没有？哇，我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可以那么美，真的很壮观，真的很不真实。最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竟然是伞打看，它自己烂了啊！哇，还会烂的这里。我很怕。其实我们不是害怕那个桥会烂掉，只是我们这2条水不会游泳啊。如果真的是掉下去，就这样大的了。这里应该是出岛那种，因为他问我去是不是去不到，哦，是啊。应该是出岛的来这边机了。Kalau pergi pulau, pergi sini kan? Ya. Oh sana. 可是原来这里是去对面岛的一个 station 来的。等他们人齐后，他们就是这样坐船过去的。这样坐船过去只要5块钱，而且5分钟就到达了。觉得我们可以去吗？现在这是了安排啊，有一个又给自己挖一个坑啊，完蛋了。听这位大哥说，原来对面的岛叫努努亚，也是山打根的一部分。他说那里是很安全的，因为那里全部都有 IC 的。但他说这个岛就要小心了，因为它是菲律宾岛的一部分。他就劝我不要过去那里比较好。那里去的话，3块钱，3块钱就可以搞定了。然后他讲很安全的，然后也有那种什么岛啊，也有那种茶店。然后他讲这个岛就不要去啊，这个岛就比较危险，因为是菲律宾。我不知道菲律宾这么危险的，就那个阿邦刚跟我们讲。早一天我也是想过去那个岛看看。离开之前，那我们先享受自己的风景吧。你这个操作，你要把我震碎！我们找到一条棍，椰子的那个叶就可以做纪念了，所以我们任务完成了。现在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现在我身后这个是甘蹦迪努萨。我看到他的那个 GPS 上照片，所有的屋子都是很整齐的，一排一排的，它不像新这样子很复杂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就进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现在也是12点，也是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午餐吃了，因为我饿了。是吧 ？Let's go。这个地方我在地图上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有吓到我一下。所有的房子都是一个个整齐排好了的，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每看一个房子就像看一幅画一样。尤其是这个门真的很大，你看这种这样子的门来的、哦，很有 idea。最让我震惊的是，这是我看过最干净的甘蹦，它的环境干净的离谱，真的很夸张，我都想给他们奖状了。几干净啊，这里！你夸张干净了。是啦，有一点点啦，有一点。OK 啦，可是我觉得它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环境，在这种甘蹦就 OK 的了。你看，垃圾在哪里？我想要垃圾都没有哦。我可以拍人家衣服，这是他们的衣服。我终于找到这个视频的 point 了。你也是男生，我也是男生，很 free 啊，所以可以做这种事。虽然我们可以乱走，很爽的。Family 不大无用 ，yes。Hello，
Karena makan ya. Oh, ada kan? Kita lagi puasa. Oh, puasa kan? Oh, bentar. Oh, Oh, okay, thank you. 是咯，puasa. 哦，是哦。 Puasa Jai. Oh,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所以 Kenapa? ah, Kenapa? tengok aja. Jalan-jalan ya. 是哦，巴萨。是哦，忘了马来同胞巴萨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找不到吃了。那拍个照做纪念吧。OK， 现在我们又到了新的地方啦，很热，真的很热，真的很晒。像我们身后就是Kampung Air Atas，可是它自己特别的地方就是可能是沙滩啊，真的是沙。我是在 GPS 看到它特别的地方，它是整个地是白色的，然后也是山跟其中一个角落，里面会长怎样的呢？我们去看看。Let's go。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那么得空，可以在那么炎热天气下走来走去。这个地方比前几个地方更让人害怕。它的周围除了我们，就是一些破烂的东西，还有一个沼泽，真的很害怕突然会有鳄鱼出现。更可怕的是，即使我们到了这个新村，也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是穿越时代的。点在哪？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很破烂，就连他们的房子都是最原始的形态。因为这个新村是最靠近海的，所以我们决定去海边看看。走去看看。yang enggak? Sana. OK, thank you. 那个人叫我们再走去那里，他讲很安全，那里比较美，就这里，就是要看这里。我等下我只是这个。那个人告诉我们来这里拍照比较美，他还说如果有其他动物的话，都是他们养的。虽然看到有人了，但全部人都是躲在房子里面偷偷看着我们，我感觉不太舒服，所以快快拍了照片就走了。哇，夸张啊！我看到了。耶，我们又到了新的一个地方。这里出名是叫做三角蛇啦。我以前小时候都听我爸讲过，可是他从来没有带过来，可能是自己地方很麻烦了。这里上网是很容易找到，然后也有很多人在拍照打卡的地方，它就在我身后有一条路了。然后有个人推着那个车准备经过，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到底它的环境是怎么样的。Let's go， 应该这样子。然后我拿着棍。Yes， 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迷路的，因为它是有个门口的，所以我有时候不要太相信那个 GPS。虽然我们来到这个门口了，它门口也是写着禁止进入的，但我朋友是卖保险的，也意味着我们不怕死。加上我们整个旅程都有带着棍，真的有什么事的话，抽出来就是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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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是的，我们有那个歌的版权呢。哦，上面海。哦。哇哦！哇，这很 up 哎！哇哦，它真的是一个站着的石头哎，跟我爸爸说的一样。但我想近距离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三个角。有啦，那种抹布哎。你动它动到黑了吧？是这样。等一下，看看它 ，OK。
3 ，OK， 是真的3个角，它上面还有很多的小鸟，应该是他们的家。看了这个石头过后，我们准备去它旁边的公园看看。经过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在19世纪时，那时候山打根还小，也没有 GPS。为了让渔民和航海者更好的记得地标，这个天然长相特别的石头就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就是这个英国的公司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纪念牌，但在2战时期的时候就被炸掉了，之后就无法恢复。但是最近这里也开始发展了啦，应该是要吸引游客来观光。进来这个公园的时候，我发现这里有一些没有屋顶的庭院，而且是好几个，还有这些像洗手盆一样的平台，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这个吧，这个是好啦，这个是我捡到最后一个纪念品。讲真的，我是第一次这样真正的去了解我自己的家乡。我相信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探索过。那山打根是真的闷吗？与其说闷，这里比较像让你放松的地方。每个人都会说自己住的地方很闷，即使你住在大城市或者是小村庄，都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我想到的是看自己怎么找日子罢了。反正我是觉得好玩啦，趁年轻不疯狂，要等到什么时候嘞？OK， 我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订阅我吗？因为我靠 YouTube 出粮给我吃饭啊，谢谢你们啊。